来，我先调底色，这个是太白加山芋，然后呢加上胭脂调一个底色，调成一个灰色偏紫的这个底啊。我没有一次性把胭脂加进去，因为有时候太浓的话就不好了，所以我是慢慢的画，慢慢的画啊。调它灰色有点偏紫，这个颜色就可以了，因为我们是画浅色的，所以它有点偏紫的话，这个效果就比较特别。感觉有点深啊，那么我们再加点太白，让它稍微浅一点，但是浓度还是有那么高啊，浓度可以高一点点，因为画浅色的花瓣我们都要用到这个底色，就是太白、山芋加这个胭脂啊就可以了。OK。好吧，这个底色就可以了。赭石加焦茶就可以了。从这个2/3的地方开始，先画浅的颜色，刚刚已经调了颜色，然后呢直接调一点点赭石。注意啊，这个颜色要淡，不能浓，因为我们今天画的是这种浅颜色的这个牡丹的颜色。第一朵还是来一个秀秀状的，焦茶也是来那么一点点就够了，不能太多啊。一点点，好，可以了啊。这个枝条从这边伸出来，那么在这个2/3的地方，从这边数就1/3的地方，画它的主花头。主花头我们今天可以画一个秀秀状的也可以啊，或者包菜型的都可以。举个例子，我们画一个常见的包菜型的，你看这样就推点点。哇，这么快抢到了！哎，没有人参与抽福袋，朋友们。好了好了啊，刚有福袋都没抽啊。来，继续调出颜色的渐变。然后这边这是由轻到重，这是短一点的，就这样抽就可以了。轻轻推。来，我们这里轻轻推。那么这是一个侧面的。慢慢的从边边，这个颜色非常淡雅啊，不是那么深的。你好，你好，凤凰石头你好。很少看得过来啊，中午终于有时间了吧？平常都没看得过来呀。好多朋友啊，有几个朋友拍了课了，还没时间练习，要抓紧时间多练练啊。今天画的是一个淡雅的颜色，太白、山芋加胭脂，调出这个淡淡的这个底色，就是灰色偏紫的一个底色，然后调赭石，然后调一丁点焦茶，这些颜色呢它都不是很鲜艳，是一个中性的色调。这里画的是一个包菜型的花头啊，包菜型的花头。3笔画一片啊。时间是抽出来挤出来的，不过也不要紧吧。这个是一个浅色的花瓣花头，颜色在这里啊，颜色在这里。笔尖调赭石，调焦茶的渐变，注意是一点点，因为整个花我是偏这种底色为主的花，所以它画出来比较淡雅，就没有那么鲜艳。慢慢的推一下啊，中间穿插一些小的，推一点。如果笔尖没有颜色渐变的时候，我们要调，基本上画一两笔就要调一下，帮它的颜色就没有渐变。来，我们继续的把它表现出来啊。这边再来一些稍微长一点点的，慢慢往这边基本上是一些正瓣了，就侧瓣比较小了，到这边为止，因为它有点打开。
好，这些都是它的，我们叫做反瓣，反过去的反瓣。再加一些其他的，这个是一个常规型包菜型的花头啊，常规型的，就是朝那个角度，右上角，然后这边再加一些侧的大小，3笔的推一点，你看压下去，提起来，再压一下，这里这个地方边线就有这个波浪线一样的变化，它会有，一定要有变化才好看。来画到这一步，直接可以画它的正瓣了。正瓣的颜色稍微深一点点，侧锋轻轻的呢推一下，轻轻的推一下，这个正瓣就出来了。就是画的正瓣就朝这个角度的啊，这个角度的，然后反瓣就这个角度的。你送给朋友啊，或者自己这个地方侧锋轻轻一拉，然后画的是正瓣。那么这些颜色稍稍深一点点，但是呢也不用太深。这是一个偏赭石、偏焦彩一样的淡雅的这个花的颜色，所以它不是很深啊，比较淡雅，朋友们啊。刚侧锋轻轻的拉一下，然后继续啊。哎，把它的侧面给它表现出来，也就是它的正瓣嘛。什么叫正瓣？就是手心的地方，我们叫正瓣啊，这个叫背的。把作品看完的朋友啊，还是得注意啊，稍微深一点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赭石多一点，然后交叉多一点点，当然也不用太深啊，不用太深。侧锋由轻到重，1笔、2笔，然后3笔，你看这样就出来了。由轻到重，然后这一笔重一点点，第2笔，然后第3笔啊，切一下。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侧面一个正面，它的花瓣就出来了。这里可以粗一点点。好，不够的时候继续赭石到这个交叉。来，我们把画线的地方画的稍微深一点点，这里直接推就可以了。里面也可以不多，那这边边这地方就慢慢的要大一点了啊，从小。好的，我们边边这地方继续加啊，继续加油。没关系，没有想到的，我们刚刚说了点到一，这后面这些都是一些正瓣了，就这样推，慢慢大，哎，这里小一点。好，颜色不够的时候再来一点啊，再来一点。赭石到这个交叉的间边，你看这后面轻轻推。来，我们继续点一点啊。那么这个侧面这个花瓣的外形基本上就出来了，是吧？剩下就后面的再来几个大一点的。你看这个花瓣非常淡雅的一个颜色啊，太干了之后会更淡。接下来把它后面这些地方再加上几笔大的，
那么大的时候，我们把颜色稍微改一下，就把刚刚这个颜色啊，这个浅灰色再给它深一点点，倒一下，然后加点山绿进来，让它颜色有一点变化。就这里啊，这个底色稍微加一点，当然不要一次性加多了，加一点点进来，让它颜色偏绿一点。当然它也是这种淡淡的颜色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赭石少调一点，我们调焦茶多一点，因为焦茶的颜色它稍微深一点。但是呢，我们不是纯的啊，就是焦茶里面有调成这个底色混起来的颜色，这样比较好一点。要把颜色调匀。这边这个地方可以来几笔带，那你可以由轻到重，轻轻的拉一点，然后这边再拉回笔。哎，这个底色我觉得绿色还可以多一点点啊，它偏绿一点。拉开一个层次变化，再调这个焦茶的变化，因为它是外面这一层底啊，所以我给它画深一点点。推过了一点啊，这样反笔往回拉一点，你看这个颜色有点，对，多点点赞，也是对老师的鼓励和支持嘛啊。然后这些地方里面肯定再来一个小一点的，有短的有长的，不可能全部是长的是吧？来点碎吧，调好了还不够，边上的再来一点。因为这个花是主花，所以我可以有的地方再给它加长一点，然后后面这一层，哎，再长一点点。注意这边线要不整齐啊，整齐了就不好看。今天这个花呢，它的颜色比较淡一点，再拉长一点。这后面的这个瓣它比较虚，你看前面的颜色是偏暖色，后面我们加了绿色就偏冷色，让它有一些变化。而且我调的这个底色没有调赭石，直接调焦茶，这样它的色彩有一点点区别。好，这后面再来一个吧，点推啊，让它有一些变化。这里要有点圆润一点，有点干了啊，再加圆润一点。推一下啊，我是反笔推的。然后颜色不够再加一点，赭石来一点点，这个焦茶再多一点点。好，我把后面这里再加一点点，差不多了吧？你看点推啊，这种笔法非常简练，又比较简单。后面这里再来那么一点点。最后面这些地方可以来点侧的啊，稍微来点侧锋，在这里来点侧锋，拉长一点的啊，来一点。哎，让它这个地方就有一点参差不齐才好看，不能够画的一样的。来，这是后面这个地方有点太整齐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就给它，这是后面一层，所以它颜色有一点变化了啊，跟前面有点不同，稍稍有点不同。OK， 这碎瓣差不多了啊，这个主花头就已经可以了。前面是这个赭石，后面有点偏绿，绿到焦茶的渐变啊，因为它前面的颜色跟后面的颜色它要稍微有一点变化才比较美观。接下来再用这个赭石加一点焦茶，稍微深一点点，把这个地方回笔来一点，来深浅对比一下，然后加一个褶皱的变化，好吧，加几笔就可以了。中间这些地方，不够深的地方，您可以再强调一下。不
不是的地方再强调一下。中间因为我们画的比较快，它中间会有一点空隙。那么呢，你用这个稍微深一点的颜色，就是赭石加这个焦茶比较深一点的颜色，给它稍微勾一下。好吧，那我直接用3滤啊。今天这是打斜的画的啊，就是这个是横构图，平常我画的都是竖构图。然后也是3指的，所以呢，我是希望大家都能临摹一下。然后中间那个地方它有一些分叉，这是那个花嘴中间，石尾的中间，它这里有一点，拉近一点吧。对，谢谢大家一直点赞，对点。来，我们到这里来，继续的，太白加藤黄。这个时候比较干，可以太白稍微多一点。这个笔啊，都是那个小黄车里面有链接的，大家里面可以去应该是3号还是4号链接吧，反正那种鼠须笔啊。这个你可以先点几个地方5个点啊，6个点就可以了。然后对大家多点点赞啊，让我们直播间有更多的朋友进来。由轻到重，由轻到重。点的时候干一点，太白加这个藤黄。我也提的目标不多是吧？不高，大家一边看一边点赞。由轻到重，慢慢的把这些画出来。这个前面那个有点遮挡关系，一组一组的表现。但是每一组之间虽然有疏密，但是你不能太空了啊。昨天有个朋友就是他分了5组，但是5组之间它间距太远了也不行。基本上这里接近一个圈，要连起来。牡丹红，第一个是玫瑰红啊，然后第3个胭脂，胭脂是用来画深的地方，加一点点就够了。胭脂，好，这个底色不变，底色呢，其实我们像这种鲜艳的底色我们都不用啊，这个底色我给它洗一下笔。如果要想画的鲜艳，就应该把笔洗干净啊，沾清水都可以的。可以说后面那个红色，你想让它鲜艳一点的话，就直接拿用清水都可以的啊。这样，因为你混的那个底色越多，它的颜色就不会艳了，所以我把这个笔洗一下。当然你也可以换一支笔啊，我把这支笔洗一下，然后你去调，这个是玫瑰红，你看调出颜色它就很艳很艳，特别的艳啊。因为我们一个雅的，一个就要来个艳的，对比一下。当然这个也是有颜色变化的，你因为笔根它有水嘛。再调玫瑰红，再调牡丹红，这个都是很艳的一个颜色。好，胭脂呢，我们只要笔尖一点点就够了啊，不能太多，太多它等下把颜色画的又很脏。2个花头，这个花心不要平行，这个比如说这个花心就不能画这里，它要高一点。那么花心在这个位置，推点，沿着它的外形。你看这个时候它的颜色也是有深有浅啊，推一点，推一下，推一下啊。那么这个花头颜色没有深浅的时候，来点这边可以给它稍微
画细致一点啊，画细致一点，把这个花型给它衬好一点。OK， 推一下，这后面也有一些小的斑啊，推一下。哎，有大有小，推一下。嗨，我们今天看到最后，老师。好，越往这边呢，它颜色稍微要淡一点了啊。这个时候这里可以来点正斑啊，切一下。颜色不够继续来。你看这个时候的颜色呢就特别的艳。正斑切一下，要控制一下水分啊，拉过了一点。切一下，这边都有一些。推一下啊。如果它笔肚没有水的话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不用吸那个太白啊，就把笔肚吸一点水，清水，再刮掉一点就可以了。因为调艳的深的话，我们不用底色也可以啊，只要有水就可以了。画完了继续调，这个是玫瑰红，然后这样调出来颜色它就非常的艳。当它的面积要小啊，因为这个花很大，那么这个面积要小。来，再看看还有一些正斑切一下，差不多了。好，接下来把它花蕊的地方点一下，花蕊就我觉得先画浅的啊，来先画浅的，正斑这里直接这样推，这是正斑啊，不要它整齐，推一点。一定让它不整齐，由大到小。哎，这边有些就小一点。好，花蕊中间我们就深一点，直接用胭脂啊，笔尖调胭脂的渐变。那么这个花的颜色就特别艳。推一下，切出变化，调出胭脂的渐变。好，这个不大深的地方我们再切一下。来，那么这个花的就特别艳。边上我们再给它加一点点淡的那个叶子吧，那个花瓣。水分可以稍微多一点，调玫瑰红到这个牡丹红，再到胭脂。让它不要那么整齐啊。推，把远处那个花瓣推一下。好，这边上不能太整齐了，给它来一个高一点的。对，就是要有一些缺口吧。这后面稍微淡一点，水分多一点啊，要有一些缺口。这个画到画外去也不要紧的啊，这个花你可以画到画外去的，没关系，它不一定全部在画的里面。好吧，可以了。其实也就是点推结合起来，因为我画的比较连接，就是比较连。
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，大家你可以这样嘛呢，你就直接点了之后推呀，推也可以啊，点推也可以。其实我也是点推，只是把它连起来了。来一点吧，侧面的啊，侧面的，这样每一朵，点一下啊，画出来雌蕊，继续的点。好，注意一点透视变化，分开的雌蕊。各位简单。好，这个可以了。雄蕊啊，太白加这个藤黄，这个笔啊一定要好的笔才可以。你看我这笔按下去，它立马就回来了，所以弹性要特别好，否则你画出来这些就不好看。这个可以一组、2组、3组、4组、5组啊。谢谢各位啊。来，我继续，这里一组3到5片。1片、2片、3片、4片、5片，啊，这是5笔去组合，由轻到重，由轻到重，有高有低。中间这个地方也可以加2笔把它衔接起来啊，你不能空着，空着就不好看了。画好一组，你看反过来由重到轻，但是它也要交叉，中间要连起来，由轻到重，由轻到重。对啊，多发表一下意见。你觉得哪里有什么问题啊？或者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啊，我们可以说一说，是吧？由轻到重，这个笔法应该很简单吧？那有的地方要稍微长一点，再原来就算稍微加长一点，它不一定那么整齐啊。笔法就由轻到重。下面这些蕊丝呢，就轻轻拉一下就可以了。蕊丝上面这是花药的部分啊，它有的地方稍微长一点。大体上这一圈比较密啊。这个底调好的底，画粉色的。我们来个绣球状的花头也可以啊，改一改。那么3个花头也不一样。绣球状的最简单了啊，写意的笔法，牡丹红啊，这个是玫瑰红，牡丹红，胭脂来一点点吧，因为它前面比较深啊。注意它的花心不要在一条水平线，那么这个再低一点啊，再开一点，一定要不要在一条水平线啊，这里挡不住吧？好，可以了。画它朝右边下一点，然后花心不能在这里啊，下来一点点。这个是用写意的笔法，小点配大点，中间是比较红，边边就比较粉。你看画到后面它自然而然就变粉了。这种写意的笔法去表现特别快，是不是简单吗？喜欢老师的课程，特别是最新的这个花头和技法，非常适合第一有基础的，第二你想提升的朋友都可以啊。推，把它对着这个中心点推点，注意大小的组合，还可以反笔，有大有小就可以了。非常简练。喜欢的，对，是绣球的，喜欢的朋友扣个1吧。喜欢试试送。我们看画要有耐心，要慢慢的看。好，慢慢往边边淡一点点。我在朋友们的红喜欢，记得有啊，这个是朝这下面，中间这些地方你就用这个淡的颜色去点一下就可以了啊，因为它有些空白嘛，你就用浅色去点，不要留太多空白。边边的颜色有大有小，这边有些笔法可以侧着拉一下，拉一些侧缝出来，把花瓣的外形拉出来。啊，深宣深宣啊，全深宣，不是熟宣，一般画工笔用啊，画这种都是深宣来的，就写意牡丹一般都深宣。好吧，那么这个是这个花心在这里，这个花心在这里，
接下来我要画大一点的，大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又变颜色了。你看第一个底是这种，第二种底呢，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加了3绿，再加点胭脂，让它深一点点。啊，笔里面加点胭脂，加点3绿，让它这个底色深一点点。不够的话，我们再倒点刚刚的浅底进来啊，调一下，让它这个底色有变化，红一点，深一点。OK， 就要这么深啊。你看这么深，等一下画到后面它就有颜色变化。来，接下来画后面的颜色。那么这个玫红也来一点啊，让它过渡一下，再到牡丹红也来一点，再到这个胭脂也来一点，可以了。老师画的皇冠牡丹吗？这个也是刚才的太白，对，红。好的，那么这个花头，画的是朝右边，所以画到这边的时候啊，由轻到重啊，拉一些大的花瓣出来。我回走啊，大鱼湾不远啊，我经常去玩的啊，我经常去看的，还有一些朋友也在那边啊生活。轻轻拉一下，你看，这个像它的裙摆一样，回一些，又来这个大大的。好，因为这个地方要深衬浅，所以你看到这边的时候，推，这比较深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画的颜色很深啊。再来一层，推，可以再来一层，哎，拉出来。颜色不够，继续。牡丹红，啊，这个是玫瑰红、牡丹红，再到胭脂的渐变比较深，因为我就是要把前面这个花衬出来，所以这下面画的比较深。你看比较深吧，啊，到后面这个时候呢，就把笔反过来拉一下，反过来，因为这后面都是属于比较深的地方，把笔反过来拉一点点，系统告诉我手太快，请休息一下，谢谢了，谢谢大侠，谢谢。每个人都点一下就很快啊，你们一个人点，点到后面它就受限了啊。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提意见啊，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直接跟我说一下。还有什么也坚持不了啊？等一下吧，想画福袋，想找来笔尖来点胭脂，这个地方呢切重一点点啊，切重一点，就用浓一点的颜色切一下。你看这后面这地方都比较深，所以呢我都可以用反笔，反过来的笔啊给它推过去，这里把它融成一块，推过去啊。然后这边可以适当给它来点尾巴，来一点吧。这样的话，那么前面这个瓣浅，后面那个深就一下出来了。然后这边笔可以这样拉，都可以的啊。颜色不够深，继续调牡丹红啊，玫瑰红、牡丹红，再到一点胭脂的渐变。像这种花瓣，你也可以给它切一下，哎，这样就变成正瓣了，是不是？拉一下，中间这个地方有点空啊，这个地方来个短一点的花瓣，就是有长有短才好看。后面的再来一个虚一点的就可以了啊，不要那么艳。玫红到胭脂一点点，哪个后面呢？我说的就是这后面啊，这个地方我们稍微淡一点点。
好，稍微有点淡了。最后那个绣球状的，我们要给它加深一点点，调点浅的那个底，然后加一点点这个深的。你看这后面这地方啊，因为它到后面了，我们要给它稍微加大一点。这后面加大了，那么前面也加大一点。哎，这后面的颜色就灰一点了，因为我刚刚加的颜色就没那么鲜艳。好吧，差不多了，这个花头就可以了。同样的，太白加藤黄啊，太白稍微多一点，可以没有水的时候来一点点水啊，不能太多。喜欢的，谢谢大家。来，我们继续，这个是中心，由轻到重，由轻到重，点一点那个花蕊，那么它更加漂亮一点。这是花心中间，所以它往边边走，中间这个地方稍微深一点点就好了。越往边边，这个就越疏啊，它就没那么密了。这个是花心，这里可以多点一点，像四周放射一样。好，颜色不够干，我们要再干一点点。大家觉得这种方法难不难？觉得这种方法难不难？你觉得还能接受的就扣个1吧，觉得难的话你就打个2，好不好？觉得这个方法自己能够看明白的，扣个1。哦，还能接受是吧？好的，朋友们这么多朋友，只有2、3个人发表意见，有没有更多的朋友发表意见？边上少点一点啊，这边我们给它来那么一点点，中间这个地方深一点。这课老师，我那个是分阶段，然后慢慢临摹的。这个地方是底色是太白3青加点那个太白3绿加点胭脂，上面的颜色是这种的，赭石调赭石调焦茶就可以了，非常简单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是的啊。